在一处荒无人烟的海岸边，没有带任何食物，身边还带了一条狗需要照顾，一整天只吃了一条比手指头还要小的鱼当晚餐，晚上睡在一处用船身搭建的庇护所，直接躺在沙滩上睡觉，而且到处都是只有晚上才出来活动的可怕昆虫和爬行动物。关注我，来看一下杰克能不能挺过今晚。今天杰克开着沙滩越野车来到了一处远离家门口的海边上，蹲在满是鹅卵石的海边瞭望大海。这里只有他自己和他那条心爱的小狗，还有一辆沙滩越野车，车上没有可以吃的食物，而且只有2桶饮用水。天气太热，只靠着2桶水打算在这里度过一个难熬的晚上。拿起岸边的石头，本想着利用石头打上几条鱼来吃，可是他想多了，这只是在白费力气。下午的太阳依然猛烈，杰克来到了一处满是生蚝的地方。由于太阳太毒辣，使得这里的生蚝生吃起来口味非常的重。撬开一只生蚝，居然还有一只小螃蟹藏在里面，杰克把它给放生了。每次用小刀撬开的新鲜生蚝，里面就只有那么一点肉，让他吃的一点都不尽兴，有些还是死的。回到车的旁边，这里的海岸线有200多公里长，走路是不现实的，需要开车沿着海岸线一直走下去，来寻找食物。杰克还介绍了车上的物品，一只红色已经装满汽油的油桶，能走多少公里就看桶里的油有多少，一双鞋，2桶可以饮用的水，还备份了1盒狗粮，以防找不到食物给他的小狗吃，也是车上唯一的食物。打开车尾箱，也是空的，车头上也只有防晒霜、手机用于紧急通讯、航拍用的无人机、衣服、充电线，还有一个防水袋里装的1瓶矿泉水、泳裤、2台摄像机、1盏头灯、点火用的螺丝刀，最重要的小刀已经套在了脚上，已经使用了2年的小刀，被海水浸泡过，已经锈迹斑斑，但用来应付特殊情况已经足够。带上小狗继续出发，一边行走在沙滩上，一边捡起地上的垃圾放到车厢里。来到一片浅滩上，杰克下车走到已经落潮的海边，看有没有鱼被困在里面，尝试着抓些鱼解决今晚的吃饭问题。除了一条狗在水里爬着，什么都没有。天气太热又没吃的，就连小狗也想要耐在水里不走。捡到一条旧的鱼叉，拿上车备用。这时远远就发现了一条废旧的快艇，走近才看到快艇只剩下一个空壳。杰克有一个主意，想利用废弃的船用作庇护所，但需要将船翻转，打算在船里面度过一个夜晚。满身肌肉的杰克尝试了第一次将船翻转失败，原来船上沙子太多，只好先把沙子一点点的用手弄出去，再次尝试用力将船翻转，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，最终还是凭借着浑身的肌肉将铁壳传来了个底朝天。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了，躲进船下可以遮风挡雨，白天还可以避免烈日暴晒。里面的空间还是挺宽敞的，但入口有点窄，船的破损处铁皮非常锋利，需要将沙子掏出一些将入口扩大。随后杰克小心地爬了进去，享受里面的阴凉环境。突然一只蚂蚁从身边爬过，有点饥饿的杰克抓起来就往嘴里送。出来之后本想再将入口挖深一点，但是在往下挖时发现沙子是湿的，为了以防被潮湿的沙子弄感冒，只好放弃继续深挖。没事干的杰克又放起了无人机。夕阳西下，太阳的余晖将整个天空的白云映衬成了漂亮的橙红色，浅滩上的水面倒映，让整个沙滩有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。太阳已经完全下山，杰克再次进入船底下喝了口水，看了下手机，时间已经来到